家常菜就得是家常的味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鹏。芹菜炒腊肉到底怎样炒才好吃呢？到底是先炒芹菜还是先炒腊肉？很多人都搞错了。今天阿鹏就给他分享一下芹菜炒腊肉的正确家常做法。这样炒出来的芹菜吃起来脆嫩爽口，而腊肉不柴也不硬，吃着是真的特别的好吃。好了，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适量的腊肉，还有1根腊肠。我今天用的是广东口味的。广东口味的腊肉腊肠，它不会太咸，而且略带一些甜味的。下面我们先把腊肉腊肠给它处理一下，给它放到蒸锅里面，开大火给它蒸大概5-6分钟左右。趁着这个时候，我们再准备一把新鲜的香芹。芹菜它分为2种，一种是比较粗一点的西芹，另外一种就是我手上的这种香芹。香芹比较细一点，而且香味更加浓郁，我个人更加喜欢吃香芹。我们将芹菜全部给它切成小段以后，接着给它装在大一点的盆里面，然后再往里面再添加满清水，将芹菜给它浸泡起来，再下手给它清洗一下，把芹菜给它清洗干净。我们将它持续的抓洗1分钟左右，把芹菜表面的些沙子还有脏东西清理下来。第一遍清洗干净以后，我们将它控干水分捞出来，然后再重新的往里面再添加清水，继续的给它清洗一下。我们在清洗芹菜的时候，要尽量的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清水变得清澈为止。这样清洗过后，芹菜就特别干净了。我们将芹菜完全清洗干净以后，先给它控干水分，捞出来备用。在经过5-6分钟以后，腊肉腊肠已经是蒸熟了，我们给它取出来。我们将腊肉腊肠稍微的晾凉以后，下一步进行改刀处理，将腊肉给它改刀切成薄片，厚度大概是硬币左右厚薄就可以了。广东的腊肉它的口味是基本刚刚好的，不会太咸的，而且还略带一些甜味。如果是其他地方的腊肉太咸的话，需要给它水煮一下，以去除多余的盐分。我们将腊肉全部给它切成薄片以后，接着先给它装在小碗里面备用。接着我们再将腊肠也同样的给它改刀切成薄片，全部改刀切好后和腊肉放在一起备用。下一步再准备少许的大蒜，将它直接的改刀切成蒜片。然后再准备1小块的生姜，同样的把它改刀切成小姜片。我们在炒腊肉的时候添加少许的姜和蒜，可以去除腊肉的一个腥味，而且还可以让整道菜吃起来更加好吃。把姜蒜改刀切好后，如果家里人爱吃辣的话，再准备少许的小米辣。我们将小米辣直接的对半切开2:1就可以了。全部改刀切好后和姜蒜放在一起备用。下一步我们再准备一个小碗，小碗中添加适量的蚝油，还有一点点的生抽，再往里面再添加少许的食盐，还有一点点的鸡精提鲜，最后再来上些许的淀粉，还有少许的清水。用勺子将它搅拌一下，把调料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我们在烹饪之前可以先提前的准备些料汁，这样子可以大大的缩短烹饪的时间，避免到时候手忙脚乱的。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之后，先放开磅备用。好了，下一步我们开始正式烹饪。首先锅中烧水，添加一点食盐，增加底味，然后再往里面再添加些许的花生油。我们将芹菜焯水的时候，添加些许的油，可以让焯水出来的芹菜颜色翠绿，不容易发黄变色。等到汤水完全烧开以后，下一步我们将芹菜给它放进锅中焯水一下。在焯水的时候，用锅铲给它轻轻的搅动，让里面的所有芹菜可以均匀的受热和成熟。另外，芹菜在焯水的时候也不需要焯水太久，大概焯水个1分钟这样子就可以了，避免因为长时间焯水，从而影响了芹菜的口感。我们开大火把芹菜焯水1分钟，接着迅速用漏勺把它控干水分，捞出来备用。
好了，下一步再重新起锅，下少许的油，然后再把切好的姜和蒜还有小米辣放进锅里面，开小火给它翻炒一下。先把姜蒜、小米辣炒出香味。我们将小料炒香以后，接着再把切好的腊肉、腊肠放进来，再继续的开小火，给它不停的煸炒一下，把腊肉、腊肠多余的一些油脂煸炒出来，这样子吃起来就不会太过于油腻，而且吃着也更加香。我们将其炒香以后，接着再将焯水过后的芹菜放进来，然后再沿着锅边来上些许的料酒，进一步的去腥增香。经过这样的处理过后，腊肉、腊肠基本没有什么腥味了，而且整道菜吃起来也更加的香。然后再用锅铲调为大火，把它快速的翻炒一下，把所有食材给它充分的翻炒均匀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拍摄不易，视频看到这里了。如果觉得我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那么就麻烦您对屏幕帮我点赞呗。您的每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在这里感谢您了，感谢你们长期来的支持和鼓励，真心感谢了。我们将它持续的翻炒1到2分钟，将所有食材的味道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全部炒香以后，下面开始调味，把提前调好的料汁给它倒进锅里面，再立刻的开大火，将其快速的翻炒均匀，让所有的料汁给它充分的化开。开大火给它快速的翻炒1分钟，让所有食材给它翻炒至入味。给它充分的翻炒均匀之后，接着再往里面再添加一丢丢的花生油，然后再继续的把它翻炒几下，给它翻炒均匀，把所有的食材全部的炒出锅气，然后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。就这样，一道香喷喷的家常菜芹菜炒腊肉就已经制作完成了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这味道！最后，我们将它关火，出锅装盘，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。一道香喷喷的芹菜炒腊肉就这样做好了。按照我这方法炒出来的芹菜，颜色翠绿，而且不发黄不变色，吃着脆嫩爽口。而里面的腊肉不柴也不硬，吃着是真的特别的好吃。这样做出来既下酒又下饭，最关键的是做起来也超级简单的，相信看完的你也已经是学会了。如果您也喜欢这道菜的话，那么一定要收藏起来，改天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关注我，关注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